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。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，你我可能都遇過，真的堪稱是人生中最絕望的那5分鐘。好，我們接下來想一下你覺得你人生中最漫長的5分鐘會是什麼時候？是被老闆罵的時候，還是以前小時候罰站等下課？跟你說，通通都不是。人生最絕望的那5分鐘，就是當你知道的辦完大事感覺全身舒暢、心滿意足的一轉頭，結果發現牆上那個衛生紙盒竟然是空的，裡面只剩下那個咖啡色的紙筒，就這樣像一隻死魚的眼睛靜靜地看着你。哇，那一刻你的屁股是涼的沒錯，但你的心是直接涼到谷底了。跟你說，這種恐懼真的比看什麼恐怖片都還要可怕。就像這裡說的，在鬼片裡你頂多就是死掉而已嘛。但在公廁沒衛生紙，你會直接體驗什麼叫做社會性死亡。對，社死就是那種極度公開的尷尬，而且一旦發生就真的沒救了。重點是它還偏偏發生在這種再平凡不過的日常小事上。好了，那現在危機來了，到底該怎麼辦？ OK， 我們的求生記第一幕就從一場物理學上的悲劇開始講起。這個時候你的求生模式會瞬間啟動，大腦運轉速度比超級電腦還快，然後開始瘋狂地搜刮自己身上每一個口袋，就像在過海關安檢一樣。左邊口袋，鑰匙；右邊手機，最後終於在屁股後面的口袋摸到了一張薄薄的紙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張便利商店的電子發票。來，我們今天簡單上一堂物理課。為什麼電子發票完全派不上用場啊？因為它是那種感熱紙，表面超光滑，基本上沒什麼摩擦力，而且它完全不吸水。所以你看我們的目標是要清潔，對吧？結果用發票的下場是什麼？是災難性的塗抹。真的，那個感覺就像你在早餐的吐司上面抹花生醬一樣，你只是成功地把一場災難從一個點非常均勻地擴散到了一個面。結論就是物理學顯然是救不了你了。好，既然科學這條路走不通，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別的。進入第2幕，廁所裡的外交法則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你聽到隔壁間有動靜，但你得先了解一下所謂的男廁法典。第1條，男人在廁所裡都是獨行俠，一匹孤獨的狼。第2條，嚴禁直接對話。但是最關鍵的來了。第3條，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，前面那2條都可以為了活下去而打破。所以你深吸一口氣，鼓起勇氣，打破了那片沉默。你用那種很微弱顫抖的聲音問：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借我一點衛生紙嗎？結果隔壁的大哥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然後說出了那句比直接拒絕你還要殘酷100倍的話：年輕人啊，我也只剩下最後3張了。3張，你聽到了嗎？不是30張，也不是13張，就是3。哇，這個數字在這一刻真的是充滿了絕望的重量啊！這下好了，變成一道超殘酷的數學題，同時也是一道道德難題。你想想，這就像在沙漠裡，2個人只剩下半瓶水，如果分着喝，結果就是2個人一起完蛋。所以為了展現人性的光輝，你只能做出那個最高尚的決定。大哥，不用了。你拒絕了他的好意，讓他帶着那寶貴的3張紙，一個人好好的活下去。物理學失敗了，外交談判也破裂了。那現在我們只能進入最後一幕，內褲的最終任務。你想想，當所有的方法都沒用，當你真的已經走投無路的時候，你還剩下什麼？你最後的王牌是什麼？沒錯，就是你的內褲。你的目光緩緩地落在了身上這最後一道防線呢。那一刻，你看着他，心裡充滿了感激，還有那麼一點悲壯，就像在跟一個老戰友告別一樣。兄弟，謝了。你原本的任務是保護，但現在你要去執行最後也是最偉大的清潔任務了。好，5分鐘之後，你走出了廁所，
雖然下半身感覺有點涼颼颼的，但你的頭抬得很高，步伐非常堅定。為什麼？因為你雖然失去了一件內褲，但你成功的保住了你身為一個人的尊嚴。這個故事聽起來好像有點荒謬，但其實它最後帶出了一個蠻值得思考的問題：為了維護你自己的尊嚴，你又願意犧牲什麼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邊，感謝你的收看嘍。